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来讲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全球巅峰赛为什么戛然而止？原本在凌晨时间就应该要公布到底谁是全球巅峰赛冠军了，比赛也应该打完告一段落了。事情的发展是这样子，在打全球巅峰赛的时候，第二场有玩家去发现到一位来自国际服的韩国主播 Mr. Na TV Gaming， 他在直播的时候没有开延迟。由于比赛的地图关系是有迷雾的，所以官方是有强制大家一定要延迟至少12分钟，就连官方的直播也是要延迟12分钟的。在发现之后，第一时间就跟官方直接联络了，他们也是立刻让主播断线，没有办法再登录游戏。主播没有开延迟的事情是在第二场联赛快要结束之前的5到10分钟左右发生。当时候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960的成员 Zack 他发现到的，然后跟我们说去向官方那边举报。事情是发生的很临时的，中场休息时间只有15分钟，官方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讨论。国服跟国际服的官方直播都中断了。我去看了 YouTube 的回放，官方的主播似乎是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也是在开始准备第3场的比赛了。匆忙的告别之后就中断了。官方在群聊里面写了这句话，在凌晨的12点52分，也就是比赛结束之后，经过了22分钟，官方这里才说到他们正在裁决第2场的比赛情况，全球赛决赛暂时暂停，裁决结果和重启时间预期等待时间为20分钟。经过了40分钟之后才说到，由于主播未按要求延迟直播而带来了第2场比赛的争议，官方正在裁决决赛暂时暂停，后续赛事信息辛苦关注官方动态。在第2天，官方才正式发了公告，比赛中出现了主播直播事故，导致直播延迟未开启，我们决定暂停比赛，并将积极与参赛团队沟通，同时针对主播直播事故情况，我们正在紧急严查，将在24小时内公布具体结果。接着下面讲的都是废话，所以我们就不用看了。那各位，你们不要以为官方在24小时之后就会给你们公布他们的联赛到底要怎么处理。这里官方所写的，我个人认为他只是讲要怎样去处理直播的问题而已，也就是那位没有延迟的主播会怎样处理而已。所以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官方应该是在跟着那位主播联络，到底为什么他没有延迟直播，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没有延迟直播。这位主播第2场的画面我也去看了，当这个主播的账号被限制使用的时候，我是看到那位主播他是表示惊讶的，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没有开延迟。어허. 예? 오류가? 예, 여기서 오류가 발생을 했습니다. 예, 중요한 순간에 지금 오류가 발생을 했고요. 예. 잠깐 체크를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当然我也不排除有可能他是演出来的，但是以他的第一反应来看，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这里的观众或许会有想到，议员你到底是不是韩国人的狗，为什么你要帮韩国人讲话？我们现在要根据事实来讲话。那确实我看到他的画面是这样子的，他的反应也是这样的。而且在昨天的直播的时候，你们也看到我骂得多凶了，但是我冷静了下来之后，思考去看了其他的证据，去找一下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甚至昨天我有提到，有可能他连第1场都没有开延迟。不过我回想之后才记得 Mr. Na TV 他在之前有问过我到底是怎样开延迟的，我有教他是怎样去开延迟，但是那时候他有说到他用的并不是 OBS。那这里我推测会不会有可能他这个直播延迟呢是需要每一次手动去操作的。这里截图的对话是很久以前他问我的，他问我的时间点也是在今年10月的时候。那因为这一次的比赛比较特别，只有中场休息15分钟，但是他的直播是分开进行的，第1场结束之后就马上进入第2场，在切换的过程有可能他忘记去调整了。那暂时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是用什么软件，以我自己使用的 OBS 软件来讲呢，一般是设定好之后，就算你中断了重新开直播，也是会延续之前的设定，也是一样会有延迟的，除非是说他昨天整天都没有开延迟。这些问题将是官方在这24小时之内要查证的东西。这个主播用什么软件来直播，什么时候没有开到延迟，什么时候开始直播，整件事情的导火线就是由这位主播开始的，这个部分交由给官方去查证。这里我们要讲官方那边的问题了。照理来说，这种直播就应该由官方去监督才对，因为只有官方他们自己知道到底把账号给了哪一些主播，哪一些主播可以控制画面。这个情况是不是官方应该要看着那个直播发生什么事情呢？观察到底有没有开到延迟，观察主播有没有延迟不当的问题。
那既然你已经把权限交给那个主播了，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就是官方的疏忽。就算主播那边真的做错了，官方要负最大的责任。还有为什么让这么多的主播可以控制这些账号？这样难道不会有泄露的嫌疑吗？就算主播他直播的时候是有延迟的，但是他可以通过各种软件，比方说 DC， 他可以把画面转给其他的人，可能会做第三方解说，告诉在打联赛的队友应该要怎么打，对方在做什么。当然我也没有证据证明说 Mr. Na 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转播画面给他的队友，但问题是当他是解说的时候，而且是零延迟的情况下，他讲韩文，他们的队友也会听韩文，发现到他的直播没有延迟，而且是全视角去观看的时候，双方都可以看到，而且还是说韩文的情况下，你们认为对489比较有利还是60GT 比较有利？并且根据截图来观看，当他的账号被停止直播的时候，还有200多个人在观看，并且在比赛的途中，他有去点开双方的技能点来查看。那当然他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延迟了，可以点开来看，但是我个人觉得不管你有没有延迟都好，都是不能点开的。以往我看到官方的直播，在一开始技能是点开的，他们也会马上收起来，并不会在中途点开查看双方还有多少的技能点。在这一点上，这个主播就已经做错了，而且这样点开也不是第一次了，连续好几次都有发生。为什么官方并没有去检查，也没有去阻止他的行为？不过这件事情我看到有不少玩家断章取义，并不是只有489的敌人有点开而已，其实489也是有点开的。简单的来说，这个主播并没有针对任何的队伍，而是他手痒喜欢去点开而已。但是点开技能点针对于没有延迟的直播来说，影响是真的很大的，对方可以知道你到底剩下多少的技能点，可以释放多少的技能。尤其是60GT 跟489这一场比赛，在最后12秒这么关键，不管对于489来说还是60GT 来说，第4个棺材就是重点，互相看到对方的技能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只要让对方看到你还剩多少的技能点，还有什么技能还没有使用，就知道你用什么战术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在直播中点开的原因，更加别说没有延迟的直播是完全不能显示的。我老实说，如果官方对这个主播没有做严重的惩罚，是真的说不过去了。那我做这个影片呢，是真的想要告诉官方，你们不要忽悠我们去冷处理这件事情。上次已经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就算已经找出了证据证明，连官方他们都已经发布公告说是他们自己网络的问题了，也不重赛，直接决定到底谁获胜，然后只是赠送2颗金头来忽悠走玩家。这一次举办全球巅峰赛，又是巅峰赛出现问题，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游戏？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电竞？尤其是总决赛这么重要的比赛，你们在做什么东西？你们没有能力去监督每个主播到底在转播什么画面的话，就不要把账号给主播，不要给任何一个主播有任何的权限。就算不是主播，也不应该把账号交给一些不相关的人。总的来说，我还是对这件事情感到很生气。当然，在官方还没有讲结果之前，我也不能乱讲什么东西。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我知道的，官方你们自己去想一想，到底是谁的问题，谁要负最大的责任？你们要怎样给玩家一个交代，自己想清楚。官方如果处理问题的能力都没有的话，请求你们下次不要再举办比赛了，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以上就是我要讲的东西，还有事情的经过。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